4个人同时把手放在兰博基尼上，只要能够坚持到最后，就能成为他的新主人。一旦将手抬开，就算挑战失败，很快几人就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后，计时也随之开始。然而科迪觉得和小特站在一起太过拥挤，索性直接钻了过去。狗蛋用手来回抚摸车子，顺势来到了驾驶舱。进去后才发现大美也安静地坐在那里。此时的小特呆得有些无聊，来回的不停围着汽车转圈，始终行走在危险边缘。很快半个小时就过去了。狗蛋从录像里发现，科迪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将手拿开了，他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。然而有视频为证，他也成为第1位淘汰者。而小特依旧行走在危险边缘，甚至直接跑到驾驶舱里试图将车开走。幸亏狗蛋早有防备，将车钥匙牢牢把控在自己手里。当小特从车里爬出来后，狗蛋悄悄地绕了过去，立刻钻入车内启动车辆。强大的轰鸣声吓得小特为之一颤。然而这只是个开胃小菜，随即缓缓地将车开走了。而小特为了能够成为车主人，手一刻都不敢拿开，他也只好跟着汽车行走。然而没想到车子越开越快，很快便消失在了狗蛋的视野里。正当他满脸疑惑之时，小特不知什么时候竟跑到了车顶上，果然是艺高人胆大。为了不出现安全事故，当大美打开车门后，小特迅速跑到副驾驶，他这姿势也真是没谁了。随后便返回到了家里，幸好小特有惊无险的并没有离开车子。可这时大美只想赶快离开小特，竟直接钻入了引擎盖里。这时狗蛋宣布每人将有60秒的自由活动时间，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可以，必须在计时结束之前触碰到汽车。大美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客厅里，拿了一些零食和一条毯子，就再次钻到了引擎盖里，开心的吃起了薯片。狗蛋则是从屋里拿来一个帐篷，难不成你是想一直住在这里不走了吗？而小特则趁着狗蛋不注意，偷偷拿了车钥匙，想体验一下开豪车的感觉。可强大的轰鸣声以及喇叭的噪音让大美觉得无比烦躁，忍无可忍的她竟做出惊人的决定，她选择放弃挑战。此时只剩下狗蛋和小特2人了，他们想要驾车去欣赏一下日落的美景。正当2人看得正高兴之时，狗蛋却再次动起了自己的小99，直接钻入车里，启动车辆后就踩下了油门。幸亏小特反应足够快，始终跟着汽车一溜小跑，并且顺利回到车里。回到家后，小特对狗蛋的帐篷充满好奇，于是也想躺进去感受一番。狗蛋趁其不备，再次启动车辆并行驶起来，而毫无防备的小特也随之从车顶上掉落下来，他也因此被淘汰出局。恭喜狗蛋赢得了最终的胜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有信心赢得这辆兰博基尼吗？